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，我是村长 Poca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。同时，我们也将故事绘制成插画放在本集简介的连结中，以及 YouTube 频道 Poca 故事村。欢迎收看、订阅与分享。村长这2个星期以来呢，都在准备接下来的展览。那展览的时间呢，目前还不是很确定。那希望下个星期的节目呢，就可以告诉大家确切的时间哦。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次的展览呢，是一个免费的展览，地点会在三重的空军眷村，一个叫做屋顶上的展览空间，每周5、6对外开放。所以如果你是在上班或是上课的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可以在星期6的时候呢，前来看展览，也可以在空军眷村里面走一走、逛一逛。好啦，那来说说今天的故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把过去的相片拿出来重新看一看，回味的习惯呢？你可能可以在里头看到过去的自己，以及唤起那些已经被遗忘的回忆。那在今天的故事，小河童翻到了小时候的照片，一起来看看以前的小河童是什么样子的吧。欢迎来到小河童日记。今天的日记是3月16日，滴滴答答的雨声。外头正下着雨，我、爸爸、妈妈待在家里，各自做着自己的事。忽然，我注意到柜子的上层有本略微破旧的书，仿佛在发着光，像是在对我说：“来看看我啊！”我搬了小板凳站上去，伸手拿起那本书。这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重呢。我用力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桌上。一打开，里头满满的都是照片。哇！这是什么啊？爸爸妈妈也凑过来看。妈妈指着其中一张说：“这是你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哎，当时我们都会用小被子把你包起来，抱在怀里哄睡呢。”咦，这个小不点真的是我吗？和现在也差太多了吧？我看着照片发呆，却突然想起了那个小被子香香的味道。不知道它现在跑去哪里了呢？接着我们翻到一张幼儿园时的照片。那天是我第一次站在大家面前表演唱歌。我和旁边的同学们都有点害羞，虽然红着脸，却还是鼓起勇气大声地唱着。我还记得左边的同学名字叫做太郎，用河童的方言念起来就叫做 Taro。 那右边的那位同学名字叫什么呢？怎么有点想不起来了。但我还记得那天
爸爸妈妈他们都来到小岛幼儿园参加我们的发表会。看到他们出现在学校里，我觉得好新鲜。我还记得当时唱歌时，台下不断传来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呢。我们继续往后面看，里面还有好多和爸爸妈妈还有亲戚们出去玩的照片。不知道在小岛的大家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呢？哦，这张照片我记得。爸爸兴奋地指着一张我和他在厨房里煮饭的照片。据说那是我第一次和他一起煮饭。照片里面，我站在一个高脚椅上，而爸爸手上拿着一条黄色的鱼，那条鱼奋力地扭着身体，溅出的水花把我们的脸都喷湿了。想到这里，爸爸和妈妈都笑得好开心。翻着翻着，又看到几张妈妈在海里游泳的照片。妈妈看着，不禁感叹着：真怀念啊，那时候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，不用穿厚重的防寒衣。是啊，因为现在妈妈在高山湖工作，那里的湖水冰冷，身为河童的我们根本受不了，只能穿上防寒的装备捕鱼，才不会生病。突然，一张照片映入眼帘，我们都啊的惊呼出声。这不就是我们在小岛的家吗？木头色的屋顶，白色的墙面，上头还有弯弯的小烟囱，而房子就盖在海面上的高架平台上。如果吃饭时觉得少了一道料理，只要走出家门，跳进海里捕鱼就行了。照片里是夕阳准备要落下的时刻。当时的我坐在平台上，看着从海里抓起贝类的妈妈。看来那天的晚餐是干贝吧？望着这张照片，我仿佛还能闻到海水的咸味。多么令人怀念啊！不过时光已经无法再倒流了，而且现在在波卡波卡村的生活也很棒哦。就让这本相簿将过去美好的片刻压缩收藏在里头，偶尔让我重新翻开来，将那些曾经的片段在脑海中舒展开来，重新回忆起那些珍贵的人事和物吧。
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之后，是不是也很想拿出以前的照片来看呢？或许可以让你想起一些可能是有趣的、好玩的，或是有一点悲伤，但却很珍贵的回忆哦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小河童，欢迎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小河童的成长系列绘本，一共4册。也欢迎您用1杯咖啡的钱支持村庄发展。那么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，我们下周再见了。